我在李家村破了林中老人的夺舍局，没想到老人死后直接变成了白江。借助开挂眼杀死白江后，在返程的路上又遇到了黄鼠狼讨风，好不容易回到店里，点了份外卖，送餐员居然是感染者。这人得了传染病还出来送餐，也太没有公德心了吧！我的肚子咕噜噜直叫，这一份鸡杂饭要近30，我可实在舍不得扔掉。打开饭盒，一股浓烈的菜香扑鼻而来。这鸡杂饭做的酸辣可口，热气腾腾，让人口水直淌。可我却瞅见上方的字：死人饭，大毒，食之阴气入体。原来物体也行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看起来只有诡异物品才有介绍。灯光闪烁2下熄灭了，屋子采光不好，此刻顿时陷入一片黑黝黝的。跳闸了！突然手机响了起来，我拿出手机一看，来电居然是爷爷。我看着手机有些发愣，按下接听键，一阵阵沙沙声后，小天，我是爷爷。当你听到这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死了。是爷爷的声音。爷爷，你在哪里？我好想你。乖孩子，你能接到这个电话，说明你接了单，赚到了第一笔钱，开了张，是我们这一行里的人了。你从小就是个天赋极高的孩子，现在是时候继承我们老何家的传承了。在我的床板下有一本老祖宗的书，名为《何氏金手制》，是我们何家世代相传的秘宝，对你会有大用处。小天，千万记住，外人叵测，书中内容切不可随意外传。一阵滋滋的噪音后，电话被切断了。爷爷床板下面的确藏着一本书，不过好像跟爷爷描述的没什么关系。我正打算再去检查下床底，封皮瞬间蜕变成了另一本书《何氏金手制》。我翻开封面，里面开始浮现文字：玄牝思呼吸，左右法阴阳，地户变吹喝，天地无浅深。这些内容字面上生晦难懂，而我只是一个民俗学的本科生。但奇怪的是，我的意识仿佛与书产生了某种链接，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。我闭上眼睛，呼吸变得绵长悠远，心跳似乎也变慢了。赵引言刚来到兽医店门口，手中设备就疯狂地发出警报。卧槽，好强的能量波动，这难道是在修炼？这镇长，我靠，太牛了！激动过后，赵引言的眉头又皱了起来。我之前的猜测还是太保守了，这个姑娘这么年轻就有这么高的天赋和修为，绝对是顶级隐士家族的重点培养对象。这种人向来心高气傲，我这样贸贸然前去招募，说不定还会以为特安局瞧不起他呢。必须慎重，还是先观察一段时间，了解一下对方的脾气秉性再说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居然已经是隔日中午。我感觉体内多了一丝气息，在我的四肢百骸中游走，头上的血条增加了3点，变成了33。手中的何氏金手制居然变成了我前几天读的网文。我找了个随身包，将书放进去，肚子咕咕作响。我看向那个盒饭，奇怪的是，盒饭此时还是热气腾腾，仿佛刚刚出锅。摸了摸饭盒，竟然是冷的。这就是死人饭吗？很多地方都有死人饭的说法，有人会在路边放上一碗饭菜，给过路的孤魂野鬼吃。这些妖魔鬼怪吃饱了，就不会来找活人麻烦。活人绝不能吃死人饭，和死人抢饭吃，轻则病患无穷，重则厉鬼缠身。我叫个外卖，居然给我送死人饭，太过分了！我又不是没给钱。投诉，一定要投诉！我打开外卖软件，却发现订单居然消失了。我隐约记得当时打了通电话催促，骑士说正在等餐。我扫了眼骑手定位就在几条街之外，离得不远。在面馆吃了东西后，我来到骑手取餐的那个路口，周边都是建材店，根本没有什么餐饮店，店面都关着门，贴着转租纸条，路上也没什么行人。原本阳光普照的下午，此刻却感觉光线昏暗，阴风阵阵。最诡异的是，好几家店门上挂着一面绑着倒立剪刀的铜镜，是挡煞的法器。这条街鬼气冲天，真不对劲。没找到外卖店，我正准备回去，就看见那个外卖小哥骑着摩托车停在了一个紧闭的建材店门口。一个老太太开门端着一碗红烧肉走了出来，那碗肉热气腾腾，色泽诱人。
外卖小哥拿出一个快餐盒，把里面的红烧肉倒在了地上，让老太太把红烧肉倒进饭盒里。不知道是不是修炼了功法的原因，离得那么远，我却清晰地听见老太太小声念叨着：供了死人饭，平安又发财；吃了死人饭，厄运都上门。外卖小哥收起饭盒骑车而去，我赶紧上车，紧跟在他的后面。外卖小哥来到一处高档住宅区的侧门口，37栋文先生的外卖。外卖员刚进去，我也很快跟了过去。你是干什么的？跑腿来取件的37栋的文先生。保安看了一眼我的小电驴，又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冲身边的小保安笑了笑。进去吧。我骑了没多远，听见他们在背后小声讨论。什么取件？是来送外卖的吧？什么外卖？哦，难道是我想的那种外卖吗？没想到文总原来也是个假正经，喜欢女学生，嘿嘿。不过这妹子是真嫩啊，有钱人真会玩。我一阵无语，都是些什么人啊？我强忍住想给他们一人一指的冲动。外卖小哥还真停在了37栋别墅的门口，他提着好几个大食盒，那盒私人饭红烧肉就在其中。先生，您点的外卖到了。进来吧。我愣了一下，这个不就是那个遇到黄鼠狼的文先生吗？他身上气运明明特别的强，怎么老是招这些脏东西？我上前按响了门铃，然而等了好一会都没人开门。不好，难道那个外卖小哥得手了？我用力拍了拍门，正犹豫要不要破窗而入，门忽然开了。是你？你是上次那个赶走黄鼠狼的姑娘？那个，你快死了！姑娘，你大白天来砸我家门，开口就咒我死，是不是有些太没礼貌了？那个外卖小哥有问题，给你送的饭食之中有一份是死人饭，一旦你吃了死人饭，就会被那些横死恶灵缠上，他们会吸走你身上的阳气，让你丧失理智意外身亡，死后就会加入他们，而他们之中的一个就有机会转世投胎。我一口气说完，文君芷的表情有些错愕。你的意思是我被鬼盯上，想找替身了？我点了点头。那些饭菜你还没吃吧？有个红烧肉，我尝了几筷子。那碗红烧肉特别的香，在所有的饭菜中都是卖相最好的。他当时鬼使神差地尝了一口，如果不是我在砸门让他回过神，他估计得一口气吃完。不好，那红烧肉就是死人饭，你所闻到的其实是横死恶灵所留下的阴毒之气。这话听起来有些离谱，但这姑娘也是确实不凡，这事可能真有蹊跷。外卖小哥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那里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真他妈多管闲事，找死！他身形暴起，朝着我冲过来。文君芷反应很快，一脚把他踹进了屋里。屋里传来打斗声，我赶紧跟着走了进去。文君芷被打得倒飞出去，外卖小哥嘴角露出不屑的讥笑，用手抓了一大坨红烧肉，凶厉的眼神看向我。你也给我吃！他的脚步一顿，身体一颤，头顶上的血条猛地降了5点，身上惊人的力气仿佛被人瞬间抽走。他呆站在原地，脸上全是惊恐。我不等他动作，再次抬手又是几指，外卖小哥浑身一颤，直直地栽了下去，脸像是卸去某种伪装般，瞬间变得腐烂丑陋，周边冒出一股恶臭。他的血条还剩5点。我努力保持镇定，强忍着这股恶臭带来的一阵阵想吐的冲动，面上显得有些冷淡。文君芷心中也是震惊的无以复加，刚才一交手，文君芷就知道对方有多难缠。这女人好淡定，只怕没少经历这样的状况。虽然这外卖小哥看体型和身法并不是习武之人，但是力气比常人强出数倍不止，而且抗击打能力很强，跟没有痛感一样。哪怕是我常年习武，也难以招架。而这女人竟然只是轻轻几指，就将她打趴下了。上次我还以为只是碰巧，吓跑了黄鼠狼，没想到对人也有用。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内力外放？真是山外有山啊，这完全超乎我的想象。不过这等高手为什么要来救我？我看向头顶，血量少了好几点，肚子雷鸣般的咕咕叫了2声。我有些尴尬地看向文君芷，还好她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想得出神，似乎没有听见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卖寿衣的。
不想说也没关系。我真是卖寿衣的。卖寿衣的都这么厉害，那卖棺材的不是要逆天了？你为什么要来救我？他之前的目标是我，用死人饭坑了我14块，还有一张16块的优惠券。我看他又要害人，就跟着他来的，没想到他的目标是你。3天之内遇到2件灵异事件，而且都碰到了这个女人，巧合？谁信？这个女人深藏不露，心机很深啊，难道是有所图？我瞅着他，眼神有些不对，约莫是误会了什么，急忙解释：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个陌生人会骗你吗？都是巧合。文君指的脸色变得更加狐疑，门口的老保安带着小保安突然走了进来。文先生，您没事吧？我们在监控里看到有打斗，是不是进贼了？这个外卖员可能是有精神病，我报警了，把他给我捆起来。是，还愣着干嘛？快去呀！突然一股腐臭传来，桌上那原本能让人食欲大动的红烧肉，竟然变成了一滩烂肉，散发着腐烂气息。其他的饭菜也在开始迅速的腐烂。不等众人反应，保安身后的门猛地合上了。不好，他们来了！谁来了？屋顶上有无数的血色手印，还在墙壁上不断蔓延，一瞬间就将我们包围在中间。妈呀，这是什么呀？有鬼！离门最近的老保安想冲出去，一个血手印瞬间出现在他的手上，响起一阵让人毛骨悚然的骨肉碎裂声。文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文君只看向身边的我，而我眉头深深的皱起。这些血掌印在我眼里都是一个个血条，虽然每一个血条都不长，但禁不住数量多呀。